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啊，同大家睇個大陸案件啊。呢個案件呢，就係江西有個千萬富翁翻鄉下投資啦，竟然係俾人拉咗去關押234日之後無罪釋放啦。咁估唔到2年之後竟然死咗，發生啲咩事呢？點解會俾人拉呢？同埋因為啲乜嘢原因就俾人關佢234日呢？喺2016年啊，江西都昌縣有一個知名嘅養豬大戶就叫陳振武啊，佢就俾當地嘅公安機關拘捕啦。聽講就話因為破壞生產經營俾人告啦。咁之後陳振武又出翻嚟啦，但係罪名仍然都仲喺身上邊嘅。喺屋企4日之後又俾警方上門帶走啦，一走234日啊，3月踎到9月，最後根據法院判定就不予起訴，犯罪相關證據同事實不符，正式釋放。去到9月28號無罪釋放14日之後，陳振武因為有病就住院啦，之後一直持續都喺度病啦，身體情況急速惡化，喺屋企人嘅陪同之下，一直咧就堅持到2018年嘅7月15號，最後都係頂唔住，就咁離開人世啊！派出所出嚟之後啊，頂唔順啊，都好似幾巧合啊！而家好多人就喺度估啦，會唔會啊係俾人踏咗入去嘅時候個打擊太大啊？定一話坐監太過辛苦啊？個仔呢諗極都唔明啊！個老豆啊咁難先至可以洗清個罪名，點解病成咁啊？50幾歲就死咗啦！佢老豆當年意氣風發個樣呢，仍然係歷歷在目啊！原來陳振武啊，早年呢就跟住大部隊一個人就去到深圳打拼啦，做過好多嘢噶，喺工地做過勞力啦，亦都係承包過工程嘅。後來同朋友合作開店開廠，一路高歌猛進啊！搞20年呢，終於成為啲親朋戚友都羨慕嘅千萬富翁啊！去到07年啦，佢江西老家鄉下嗰度啊，就出台咗新嘅招商政策啦。於是乎呢，佢就諗住喺外邊咁多年啊，都要落葉歸根㗎啦。而且個仔又勸佢返鄉下發展啦。咁於是乎呢，陳振武帶住個老婆同個仔就清算咗喺深圳嘅產業，執包袱返鄉下啦。返到鄉下之後呢，陳振武就跟住當地嘅政策做起養殖業啦。一開始陳振武呢都好疑惑㗎，因為呢養殖業未做過，對佢嚟講係一個好陌生嘅領域啊。好在啦，有政策嘅扶持啊，然後又同個仔一齊規劃去學習，好快啊走上正軌啊！去到2012年嘅時候，陳振武嘅養殖收益已經相當之可觀啦，成為當地知名嘅養殖企業家，上埋電視，受到表揚添啊！亦都係嗰一年啊，陳振武嘅養殖場地個租到期啦，然後佢競標失敗啊！咁不過後來官方都有出手去幫佢嘅，咁佢亦都係攞翻呢一個投入咗唔少心血嘅項目啦。咁呢個時候有新嘅合夥人，姓游嘅，叫游某啊，佢就出現啦。佢呢同陳振武講得上係一拍即合噶，兩個人就開始合作去搞水產養殖啦。但後續嘅發展呢，令到佢好頭痛啊！姓游呢個男人做咗一段時間之後，似乎想拆夥啊，於是乎就背住陳振武，自己攞咗2013年之後6年嘅經營合同啊。陳振武一直都係以合夥嘅心態做經營啦，而游某覺得呢啲係佢自己嘅事業啊，同個陳振武冇乜關係啊。後來兩個人呢就徹底嘈交反面啦。官司都打咗幾次啊，最終陳振武失敗告終啦。點知去到2016年嘅1月啊，陳振武直接俾警方帶走咗。個原因就係阿游某，即係佢前 partner 舉報佢破壞經營生產，唔俾佢撈魚賣魚啊。之後啦，一直搞到同年嘅9月啦，陳振武先至叫無罪釋放啊。後來佢有心臟病入醫院，出咗醫院
休養咗2年之後都係去世啊。而醫院俾出嚟嘅診斷結果就係心臟疾病導致突然死亡啦。但係陳振武個仔阿小陳呢，就唔係好同意喎。喺佢心入邊啊，佢覺得啊，如果唔係個老豆呢，俾人拘留234日，點會有後來嘅事啊？於是乎啊，阿小陳啊就申請227萬嘅國賠啊，同埋要求官方設法為佢父親證明啊。但係就俾法院駁回啦。個理由係啲咩呢？就係話佢呢個申訴呢已經過咗必要嘅時限啦。於是乎小陳又唔服氣喎，一級一級向上級法院遞交申請，但係無一例外，全部駁回啊。後來佢諮詢律師亦都係俾出同樣嘅答覆。無罪釋放申請賠付確實有時效㗎。一般嚟講，需要喺出獄之後嘅2年內申請先可以算數㗎。一旦超過時限呢，就冇辦法獲得任何賠償啦。咁其實成件事呢，都有幾個點啊值得攞出嚟講㗎，就係陳振武同姓游呢個男人係唔係合法嘅合夥人關係呢？法院點解會俾佢無罪釋放呢？咁佢嘅死到底同佢呢段關押經歷有冇關呢？有冇人需要對佢嘅死負責呢？而根據佢個仔嘅講法啦，話佢老豆陳振武同阿游某喺電話入邊就已經係傾過合作嘅事啦。後來呢，就擬好咗合作嘅具體事項，就差一個合同啊。後來陳振武同阿游某喺金額上面有分歧啊，所以呢一個合同係修改過一次嘅。而陳振武簽嘅係後來改咗嗰個合同啊。如果呢份合同冇備案，亦都冇原件，咁可能會有好多麻煩。而且陳振武手入邊就淨係得嗰份合同嘅複印件，冇原件啦。所以後來呢，佢兩個嘅合作關係都嘈咗200幾日啊。阿陳振武就俾唔出更加多有力嘅證據證明合作關係啦。但係游某方面呢，亦都俾唔出兩個人冇合作關係嘅證據喎。根據法院判定啊，如果兩個人係無法明確非合作關係，咁樣游某所講嘅阻礙生產經營嘅罪名就有待商確啦。陳振武喺合夥人嘅身份之下，阻攔阿游某撈魚賣魚，只能夠判斷係民事糾紛，而唔係違法犯罪行為啊。咁所以反反覆覆啊，拖咗200幾日之後，陳振武就因為證據不足，唔足以判斷佢犯罪行為啊，所以就無罪釋放啦。而根據國家賠償法啦，陳振武無罪釋放嘅情況係符合國家賠償申請條件，而申請時間就係2016年9月14號到2018年9月13號之間。由於陳振武喺呢段時間死咗啊，根據法律規定係屬於不可抗力啊，可以往後延長10日啦。即係2018年嘅9月23號，但係佢個仔申請嘅時間係2018年10月啊，就爭幾日就超過咗規定時間啦，所以法院就駁回補償申請，就話係合法合規。咁而且呢，佢法院方面認為啊，你心臟出現問題係無罪釋放，返到屋企之後先發生嘅。個死亡呢，亦都係隔咗近2年啦，所以就冇證據證明佢個死同關押係有直接關係啊。咁結果成件事呢，走去誣告人嗰個就乜事都冇，喺度俾人告嗰個呢，就坐咗200幾日監啦，然之後出翻嚟呢，就一路病到死為止啦。本來佢呢，就叫做一心諗住翻鄉下發展，大展拳腳，衣錦還鄉啊。咁結果呢，就落得一個英年早逝啊，50幾歲，而家嚟講算英年早逝㗎嚇。如果佢當初買晒啲家產直接躺平嘅話，我相信就唔會發生到之後嘅事啦。好啦，咁今集呢，同大家睇到呢度先啦。大家有咩想講，下邊留個言啦。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